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Pony 聊天时间。大家好，我是麦麦，我是小夏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节日。这个节日有南瓜，有糖果，还有各种奇怪的衣服。对，还有很多人会打扮成鬼、女巫或者猫，你猜到了吗？没错，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万圣节。每年10月31号，也就是10月的最后一天，就是万圣节。虽然这是外国的节日，但现在很多中国的年轻人也喜欢过万圣节。对呀，尤其是学生和年轻人，他们觉得很好玩。你平时过万圣节吗？会呀，我和朋友们一般会一起去商场或者学校的活动，大家都会打扮一下。比如我去年打扮成了一只猫。那你肯定很可爱。这里有个词，打扮，它的意思是穿漂亮的衣服，化妆让自己看起来特别一点。我们也可以说我今天打扮得很好看。对，而且在万圣节，打扮可以很奇怪，有的人画鬼脸，有的人穿白床单假装是幽灵。我还看过有人打扮成南瓜。哈哈，对，那也很可爱。南瓜也是万圣节最重要的东西之一。我们来教一个词，南瓜。南瓜是一种橙色的蔬菜，圆圆的，像球一样。很多人会把南瓜挖空，在上面刻出眼睛和嘴巴，放上蜡烛，这个就叫南瓜灯。对，晚上点起来以后，南瓜灯会发出橙色的光，看起来又漂亮又有一点点可怕。其实这个可怕也是万圣节的一部分。我们再教一个词，可怕，意思是让人害怕的。比如说，那部电影很可怕，或者我看到一个可怕的鬼。哈哈，小夏，你怕鬼吗？我小时候很怕，现在还好。你呢？我不怕鬼，我怕蜘蛛。哈哈，原来是怕小动物，那也算可怕了。不过说到万圣节，除了可怕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词，糖果。对，小朋友最喜欢的部分来了。万圣节那天，小朋友会穿着各种衣服去邻居家敲门，说不给糖就捣蛋。这个活动叫做讨糖，意思是去别人家要糖吃。如果别人不给糖，小朋友就会恶作剧，比如在门上画东西。哈哈，这也太调皮了，不过很有意思。对呀，那你知道吗？现在在中国有些商场或者学校也会举办这样的活动，小朋友拿着小南瓜袋子去要糖。我上次在商场看到过，他们还放着万圣节的音乐，到处都是南瓜灯和蜘蛛网。那我想问问你，麦麦，你最喜欢万圣节的什么？我最喜欢看别人怎么打扮，每个人都很有创意，有人打扮成公主，有人打扮成吸血鬼。哦，吸血鬼这个词有点难，我们来解释一下。吸血鬼是一种传说里的怪物，会吸别人的血，白天怕太阳。对，所以吸血鬼一般都是晚上出来，虽然听起来可怕，但其实很多人觉得吸血鬼很酷。哈哈，对，现在很多电影里的吸血鬼都很帅。所以万圣节虽然是可怕的节日，但其实大家都是在玩。对，重点是好玩。其实现在在中国，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过万圣节了。对，很多学校会办万圣节派对，学生们会穿上各种奇怪又好玩的衣服，还会唱歌、跳舞、玩游戏。派对这个词，我们也可以叫聚会，意思是大家一起玩、聊天、吃东西的活动。比如说生日派对、圣诞派对，还有万圣节派对。对，我去年在学校的万圣节派对上，老师还让我们比赛谁的服装最特别。哈哈，那你赢了吗？没有，我打扮成猫，但有个同学打扮成一只大蜘蛛，他还做了8条腿呢。哇，那一定很厉害。你看万圣节的时候，大家都会准备的特别用心。对呀，有的人甚至提前1-2个星期就在准备衣服，还有人自己做衣服。这个我们可以说是准备。比如我准备去派对，我准备了很多糖果。
对，还有一个词叫自己做，意思是不买，而是动手做。比如自己做蛋糕，自己做衣服。有的人很会动手，能做出很漂亮的服装，还有一些人会化妆，让脸看起来像鬼一样。哈哈，对，这个叫化妆，就是在脸上画一些颜色、图案，让自己看起来更漂亮或者更特别。像女生平时化妆是为了好看，但在万圣节化妆，有时候是为了可怕。对，比如画血、画疤痕，看起来像受伤一样，其实那都是假的，是化妆画出来的。对，不过有些人真的很厉害，我看过有人化妆成木乃伊。哦，木乃伊这个词也挺有意思的。木乃伊是古埃及的死人，他们的身体被布包起来，所以看起来像一个白色的人形包裹。对，很多人觉得木乃伊很神秘，所以在万圣节也很受欢迎。说到这个，我想起以前在上海工作的时候，商场里有一个万圣节大游行，好多小朋友穿着各种服装走在路上，边走边笑，真的很热闹。哇，那一定很好玩。热闹就是有很多人，很开心，很吵的样子。比如今天的派对很热闹，春节的时候街上很热闹。对，我特别喜欢热闹的节日，感觉很有气氛。气氛也是一个不错的词，它的意思是一个地方给人的感觉。比如万圣节的气氛就是有点神秘，有点可怕，也有点好玩。对，比如你一进商场就能看到南瓜灯、蜘蛛网，还有鬼在天上飘，灯光也是橙色、紫色的，看起来就很有万圣节的气氛。呵呵，对呀，还有音乐，有时候会放一些有点吓人的音乐，你知道那种噔噔噔的声音吗？哈哈，知道，听起来就像电影里的鬼片。其实我觉得万圣节更像是一个大家放松的机会，平时我们都太忙，太认真了，在万圣节可以随便打扮，随便玩，不用担心别人怎么看。对，这也是我喜欢的地方。其实万圣节不是真的可怕，而是有点神秘又很好玩。对呀，那你觉得中国人过万圣节和外国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我觉得外国人更看重传统，他们会在家装饰房子，做南瓜灯，准备糖果。中国人更多是喜欢去参加活动，拍照玩。对，在中国，很多人喜欢在万圣节去酒吧、咖啡馆或者主题公园，因为那天晚上会有特别的活动。对，比如主题公园会有鬼屋，鬼屋就是让人进去体验害怕的地方，有假的鬼在里面吓你。哈哈哈，我去过一次，真的被吓得一直尖叫。哈哈，你胆子小。我不是胆子小，我是反应快。刚才我们说到鬼屋，我想问问你，麦麦，你觉得为什么有的人喜欢被吓？哈哈，我也想过这个问题，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刺激吧。刺激就是让人感觉到很强烈、很兴奋，比如说坐过山车、看恐怖电影都会觉得很刺激。对，其实虽然害怕，但又觉得很好玩。就像我去鬼屋的时候，一边怕一边笑。对，那种感觉就像是害怕又开心。害怕的意思是心里觉得恐怖、担心。比如说我害怕黑，我害怕蛇。对，还有一句我们常说的别害怕，就是不要怕的意思。对，其实被吓也是一种游戏，因为你知道那是假的，所以害怕的时候不会真的难受。对呀，就像坐过山车一样，虽然很高很快，但是下来以后会觉得很爽。哈哈，没错，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生活太平淡了，需要一点刺激。不过我在想，万圣节讲鬼的故事，不觉得不好吗？其实不会觉得不好，他们觉得那是传统和文化的一部分。比如在万圣节，他们会讲古老的故事，说鬼是怎么来的，或者讲英雄打败鬼的故事。对，所以他们不是真的怕鬼，而是当作一种游戏。
对，其实中国也有一些和鬼有关的节日，你知道是哪一个吗？我知道，是中元节，也叫鬼节。对，这个节日在农历7月15，那天人们会给去世的家人烧纸钱，准备吃的东西，让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也能过得好。对，我们也叫祭祖，就是纪念祖先，表示尊敬。祭祖这个词的意思是给祖先供食物、烧香，表达思念。比如清明节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去扫墓祭祖。对，所以中国的鬼节和外国的万圣节有点像，都和鬼有关系，但气氛完全不一样。对，中国的鬼节是安静、庄重的，万圣节是热闹好玩的。对呀，不过我觉得两个都挺有意思。没错，其实中国人也很会把外国节日变成自己的节日。现在很多商场、咖啡馆都会利用万圣节做活动。对，比如万圣节主题派对、南瓜饮料、鬼屋打卡，哈哈，还有拍照比赛呢。很多人都会打扮好去拍照，然后发在社交媒体上。对，这样也能让更多人了解这个节日。其实我觉得这也挺好，我们可以从节日里学到别的文化。对呀，了解文化这个部分很重要。对，他们觉得节日就是要玩，要开心，就算是鬼，也可以是可爱的鬼。哈哈，说得对。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中国也可以多一些这样的轻松节日，让大家有理由去笑一笑、玩一玩。对，我们平时工作、学习都太忙了，节日就像一个小礼物，让生活更有意思。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把万圣节当作玩乐节了。对，比如朋友们会提前约好要穿什么衣服，去哪儿玩，吃什么。有些人甚至会做一个主题派对，主题就是特别的内容。比如说，这次派对的主题是吸血鬼，那大家都要打扮成吸血鬼。对，还有电影主题、猫主题、黑白主题这些，其实挺有创意的。对啊，这也是一种表达自己的方式。你觉得呢？我同意。有时候我觉得年轻人特别喜欢打扮和装饰，不仅是为了好看，而是为了让生活更有趣。刚才我们说到主题派对，那我想问问你麦麦，如果今年你要参加一个万圣节派对，你想打扮成什么？我想打扮成一只黑猫，因为猫在万圣节里很神秘，而且我喜欢猫。哈哈，黑猫确实是万圣节的代表之一，很多故事里女巫身边都会有一只黑猫。对呀，那你呢？你想打扮成什么？我想打扮成一个南瓜公主，穿橙色的裙子，戴一个小南瓜帽。哈哈，那一定很可爱，我到时候要和你合照。好啊，那我们来想一想，如果要办一个派对，我们需要准备什么？首先当然是装饰啦，我们要买南瓜灯、蜡烛、纸蜘蛛，还有黑色和橙色的气球。对，还有灯光也很重要。灯光太亮就没有气氛，我们可以换成暖色灯，比如橙色或黄色。对，气氛这个词刚才我们讲过，就是一个地方给人的感觉，比如万圣节的气氛很神秘。对，除了装饰，我们还要准备吃的。你觉得要准备什么？我觉得要准备糖果、蛋糕和饮料，还有一些小零食。对，小朋友最喜欢糖果了。那我们还可以做一些特别的食物，比如南瓜饼、南瓜汤。对，南瓜饼特别香，我妈妈每年秋天都会做。哈哈，那我们可以教一个句子：我要准备南瓜饼。准备就是为了某件事先做一些东西，比如我要准备作业，我要准备礼物。对，我们也可以说我需要买糖果，我需要装饰房间。需要的意思就是有这个东西才行。比如我需要一件衣服，我需要休息。对，非常好。那如果我们要请朋友来派对，还要发邀请。对，我们可以写一张邀请卡，上面写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万圣节派对，记得带上笑容和糖果哦。
好可爱。邀请就是请别人来参加活动，比如我邀请你来我家吃饭。对，那你觉得我们还需要准备什么？派对一定要有音乐，可以放一些节奏轻快又带一点神秘感觉的。对，我知道一首歌特别合适，就是噔噔噔噔噔噔那种。你说的是电影里的恐怖音乐吧？对啊，放一点点就好，不然客人都跑了。哈哈，那我们派对上要不要玩一些游戏？当然要啦，我最喜欢的游戏是你是谁，每个人都要猜别人打扮成什么角色，猜对了就能拿糖果。哦，这个好玩。还可以玩南瓜传球，拿一个南瓜传来传去，音乐停的时候，拿着南瓜的人要回答一个问题。比如你最怕什么？你吃过最奇怪的食物是什么？对，这样大家可以一边玩一边聊天。我觉得万圣节其实就是让大家放松的节日，不管打扮成什么，只要大家一起笑，一起玩就很好。对，有朋友，有糖果，有笑声，这就是最好的节日。对，其实我们也可以在学校里办一个小派对，比如装饰教室，准备糖果，讲故事。对，老师还可以让大家表演小短剧，比如南瓜公主和黑猫的故事。哈哈，那我们俩正好可以演这个，我当黑猫，你当南瓜公主。听起来不错。那小夏，我还有一个问题，你觉得中国未来会不会也有像万圣节一样的年轻人节日？我觉得会的。现在年轻人更喜欢轻松、有趣，可以表达自己的节日。也许未来会有中国的创意节、笑节之类的。哈哈，那我一定要第一个参加。好啦，今天的 Pony 聊天时间就到这里啦。大家如果还想听我们讲别的节日或者主题，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哦。没错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祝你万圣节快乐。我们下期见。